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5日下午的18点3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公布一个好的消息啊，就是我 VIP 群中的朋友在昨天通过 Waves 这个代币有人获利，有人翻倍，有人获利很多。为什么我能找到这个 Waves 的代币呢？这个是我在这个 VIP 群中的截图有人获利123%，有人获利45%，同样有人在5倍杠杆上获利12%。这样大幅的获利呢，是怎么样发现 Waves 这个反弹的呢？Waves 这个代币我在行情当中经常提到，因为什么提到呢？为什么我提它呢？它有什么特征呢？我跟大家伙说了Waves 这个代币在周线上有这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它在上一轮行情当中有做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动作，分别是悟空 K 线、八戒 K 线、沙僧 K 线组和唐僧 K 线。我们看沙僧 K 线组，这是因为沙僧后面遇到了两个妖怪，这两个妖怪干扰了我们的判断干扰了我们的判断，但最终呢，它实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看图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呢，我认为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是数字货币最大幅的一个上涨，相对来说非常大幅的一个上涨。在周线级别上涨单边上涨之后特别是它这种有特别明显的特征，特别明显的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它要做大幅的回调。所以呢，在之前的行情当中我跟 VIP 群众朋友们说，你在这个周线上涨吸油之后，这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你要做空它要做空它。然后呢，我们惊奇的发现，它做了一波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对称性的下跌吸油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但是呢，它的走势非常标准，分别走出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直接下来了一组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通过抹茶交易所的3L 也就是3倍空单获得了基本上10倍利润10倍利润。后面呢这波呢我没有完全吃到，但是呢我吃到了它什么呢？我吃到了它做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这波的利润，后面没有吃到，但是我一直在关注它我在昨天发现它已经完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既然完成了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呢，我就有理由进场做什么呢？做它的日线级别的反弹，做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们切到日线，它已经开始有动作了，昨天就开始有了动作之后，我们是在 CL 级别线上发现的。CL 级别线上目前已经出了一波上涨吸油，但是我在 CL 级别图中我就认为它可以做多。为什么可以做多呢？我大概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看一眼这个聊天记录我截图截到了这个群里面，看一眼这个聊天记录昨天晚上8点钟跟 VIP 群中的朋友们说的。我们看一眼昨天晚上8点在哪个位置昨天是5月4日晚8点大概是在13.5美金左右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它已经有启动的迹象了，在小日线上有启动迹象，它就有可能做 CL 级别上涨吸油。CL 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有可能做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这个上涨吸油呢，是因为它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做了周线级别的下跌之后，我们做它切换时间级别的一个反弹。我们认为多头是由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是由空头生发出来的。它已经做了周线级别的大幅的下杀，从最高点63.4到低点已经跌了80%了。这样大的跌幅呢，我认为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它目前来做的是4小时级别反弹已经做出来了。4小时级别反弹呢，有这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样的反弹完成之后做15分钟级别的调整。目前呢，它正在做一个15分钟级别的调整。但是在 Waves 这个行情里面就有机会做日线级别的反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啊，这一波我们刚才通过看周线啊，已经发现它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跌了80%以上。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之后，就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日线级别的反弹是由4小时级别的反弹生发出来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是由1小时级别的反弹生发出来的，就是多是多生出来的，多头是多头他妈生出来的，空头是由空头他妈生出来的。所以呢，我认为在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有做日线级别反弹的需求。日线级别反弹呢是4小时级别反弹生发出来的，4小时级别反弹呢是小日线级别的反弹生发出来的。那昨天呢，在16点钟左右，它有一根大阳线啊冲出来之后，我认为在小日线级别上它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所以在这里应该进场。进场理由就是周期的切换，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它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的反弹。在这个观点大周期的观点下啊，日线级别反弹的观点下，我们认为它有可能做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目前呢，在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啊，它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的反弹啊，那我就认为这个小日线的反弹就有理由继续上行啊，最终呢完成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呢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但在 K 线的所有理论当中都没有人把它写到书本上那我的 K 线吸油战法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让大家真正的能理解 K 线这个周期的切换怎么样形成周期的切换。你在行情当中，特别是在数字货币这种非常简单易于操作非常简单的结构当中，你能进场，你能够获利所以呢，跟随我 VIP 群中的朋友昨天是有获利，然后在完成小日线级别上涨之后我告诉大家，你在这个合约上获利的钱，你要通过抹茶上的3倍杠杆现货你可以长期持有一下子。中期持有一下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日线级别反弹你要吃到这波利润。如果能发生日线级别反弹吸油的话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话，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根据它第一根阳线，也就是昨天的这根阳线的高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能够到达22到23美金附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润。即使在现在这个点位上，如果到达22美金的话，23美金的话，大概有50%的涨幅如果你3倍杠杆的话，你有150%的获利所以呢，这个就是吸油战法当中时间切换的一个原则，一个理论我在开头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 K 线吸油战法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理解、非常容易在行情当中能够获利的一个理论基础。然后说完了这个我 VIP 群中昨天的获利情况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比特币的行情首先看一下美股美股昨天是有 2.81% 的上涨，同时影响了比特币的上涨美股的上涨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开了一个会加息会议。这个加息会议落地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在这个 VIP 群中，在这个普通的会员群中也说了一旦开会，美股大概率都会涨无论它是好的会议还是不好的会议，加息与否，这个会议只要开和开完的时间它都会涨。涨完之后呢，它要回到它的趋势上来。所以呢，在昨天晚上反弹之后，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反弹已经结束了，基本上这个反弹已经结束了。在周线上呢，我们看到了它上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线呢是美股的均线10日均线这个位置10周均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它在反弹结束的情况下上方就是筹码密集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周线10周均线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里这是由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形成了筹码密集区。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所以呢，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行情已经反弹结束。那回到比特币这里回到比特币这里，我们看到了
这里紫色方块这里我画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息由，日线级别下跌息由完成之后4月26日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出来之后，当前时间点截止到当前时间点的所有的震荡都是悟空阴线要杀死的妖怪。现在这个价格接近4万美金，这个价格还没有杀死这个悟空阴线的开盘价。悟空阴线的开盘价在40458在40458这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这组悟空阴线组还依然成立上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我昨天说4万美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它在4小时级别上的结构，4小时级别上结构我用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画出来了这个黄色的三角形结构。这样的结构当中，白色线是中轴位置，中轴位置的价格大概就在4万美金，这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阻力位。所以呢，在当前点位上，我认为主流货币应该是做空它有一个空头趋势，但我并不排除它在这里来回震荡一下再跌下去。在这个位置做空呢，已经是反弹做空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那上方呢，它有一个波谷连线形成的压力位，大概在41500，所以呢，在4万进场空单的话，41500设置止损这个上涨反弹的空间，止损的空间已经不大大概在2%、3%左右大概在2%、3%左右。但是它的下跌空间呢是大的因为最终呢，我认为比特币会完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息由。如果完成周线级别的下跌息由呢，目标位是35000美金。35000美金呢，是由去年3、4、5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35000美金形成的重要支撑。所以呢，我认为行情目前在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当前正在沙僧阴线的这个震荡区间。沙僧位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震荡完成之后还要继续下行，目标位是35000。山寨币这里面Waves 还是有机会我刚才在前面说的 Waves 还是有日线级别上涨息由的机会。那 GMT 依然很强劲，在4小时级别这里出现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还没有完全走完它做的回调还是4小时级别的回调，前面的上涨是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息由。然后目前点位这里是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息由的八戒位这里来回做4小时级别的震荡所有的这里的震荡呢都是围绕八戒位的这个震荡，这个震荡完成之后还有周线级别上涨息由的一个预期。那么 GMT 的周线级别上涨息由如果能够完成的话，它的目标价格是6美金。然后呢 APE 无聊猿目前已经处在一个走弱的趋势。为什么说走弱呢？它做的是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日线级别上涨完成之后，它的回调正常来说，如果是上涨趋势的话，它应该做4小时级别的回调。网络有点慢切一下，4小时级别回调走到这个位置，大概就4小时级别回调完成了，然后它应该收上去，但它没有最终收上去，它做的是日线级别的调整也就是说呢，它上涨的是日线级别上涨，下跌呢是日线级别的下跌，这样对称性的对它的一个多头来讲它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多头的趋势因为它是等时间级别的对称性的调整已经把这个恐慌盘都杀出来了。然后昨天呢，它确实有了一波上涨，有了一小波上涨在小日线这里会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呢，这波上涨呢诱多比较大一些它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4小时级别上主要是为了修复它过多的下跌所以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出现也就是说日线级别上涨之后，APE 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做了日线级别下跌，但是它的反弹力度目前来说还是非常弱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不建议进场这个 APE 无聊猿的空头了。但是 GMT 这个结构非常强势， GMT 和 WAVES Waves 这两个都是强势的，所以呢
在这种行情下，山寨币我们要考虑它的结构是不是强势，它是不是还有反弹的空间它是不是我们能够所把握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